值得关注的是，最新消息还显示，美国政府的新禁令不仅要限制本国企业对华出口，还准备把手伸向外国企业。要规定使用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企业未经美国政府许可，将被禁止向中国出售半导体，并且外国企业如果不配合美国的安全贸易及其他出口管制原则，则会被列入实体清单的警示单。但也有观察指出，这一长臂管辖措施将不利于美方拉拢盟友搞的芯片四方联盟的成型。事实上，芯片四方联盟中的韩国企业就非常反对美方的相关措施，这令韩国政府一直对加入这一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联盟犹豫不决。而拜登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有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承诺将豁免韩国三星、SK 海力士等在中国大陆有设厂的外国厂商，免于受到新禁令的冲击，因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不伤害非中国本土企业。数据显示 ，SK 海力士25%的闪存晶圆生产和三星38%的闪存晶圆生产位于中国。SK 海力士约50%的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产能在中国。外界还注意到，9月28日，芯片四方联盟召开首次预备会议，也透露出联盟的参与者似乎并不愿在芯片领域围堵中国大陆的想法。有与会人士透露，媒体高度关注的芯片四方联盟是否要排除中国大陆或是半导体产品或技术等出口管制等议题，在这次会上都没有讨论到，显示各方都对此有高度疑虑。而与会方之一的韩国近期还多次强调，加入芯片联盟绝非针对中国。此前，韩国外长朴振访华时就强调，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与中国进行供应链合作，并积极消除与中方因供应链问题产生的误解。你完全你这个所谓的同盟去对一起共同去限制这个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技术输出、技术和产品的这样的一种输出的话，你不可能仅仅只考虑到美国自身的利益，你也必须要站到你所谓同盟和伙伴的他这一方的这样的一种利益，这方面也要进行一定的考虑。韩国、美国，那包括其他的一些同盟和伙伴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它会始终持续的进行。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熊礼丽。熊先生你好。美方又拿所谓名单来对付中国高科技企业。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厉抨击搞科技霸权必然反噬自身。那您对此有何评论？您认为中企又该如何突围呢？拜登政府已经将对华经济竞争的重点由之前的关税领域或者说后贸易领域，逐渐的转向了科技领域。也就是说，在拜登政府看来，在对华竞争当中，美国能否最终保持现在这样一种霸权优势？关键在于在相关的高科技产业能否继续保持对华的竞争优势。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呢，他要对华竞争也好，要想在高科技产业保持对华的竞争优势也好，他并没有试图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手段来进行。相反呢，拜登政府他其实不断的依靠政治操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对中国呢进行了各种不公正的摸黑和打压，动用美国所谓的盟友资源来对中国进行各种封锁、各种遏制。中国相关的高科技企业，无论是在销售还是生产还是研发环节，都面临着来自美方这样一种不公平、不公正打压的巨大压力。面对这种压力，中方的研发机构也好，生产销售企业也好，更多的还是要立足自身的优势。一方面呢，真正的核心技术确实呢是买不来，也是引进不了的，还是得依靠自身的实在的研发。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中方的相关企业、相关研发机构呢，还是要注意拓展自己的国际合作空间。这对于打破美方不公正的打压、不公正的封锁呢，其实也具有重大意义。但对美方针对中企的霸凌行径，甚至在美方主导强推的芯片四方联盟内部，其他三方也其实并不买账。那您对此又怎么看？拜登政府他自己呢，也清晰地认识到，仅仅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技术领域或者说高科技产业方面和中国呢展开一场全面竞争，更不用说取得对中国的全面胜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呢，他也非常强调所谓盟友的作用。但是呢，不论拜登政府如何强调，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韩国在内的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重要的参与国，
实际上呢，他们本身呢态度呢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呢，出于这种政治上的需要，韩国或者其他的一些盟友不得不呢给拜登政府一些面子，但另一方面呢，尤其是相关的企业在这方面呢是表现得非常勉强。它的市场利益可是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无论是韩国企业还是其他的欧洲国家的一些相关企业，他们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很重要的一部分都是放在中国。中国本身呢是全球芯片的最大市场，同时呢，中国呢它本身在全球芯片的生产当中也占据不可或缺的重要份额。利益的大盘子啊，很清晰的摆在每个人面前，谁也不可能放弃眼前重大的或者巨大的利益不顾，而一味的去迎合那种政治需求，这实际上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可取的短视行为。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拜登政府呢在所谓号召盟友、建立所谓的产业联盟、技术联盟方面，声音呢喊得很响，但到目前呢，他能采取的实质行动啊，可以说还是非常有限的。而拜登政府呢，仅仅出于战略考量，出于政治利益，希望呢能够打破这种中外之间的良性循环，打破中国与其他国家企业、其他国家产业之间这种互利格局。本身呢，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好，谢谢熊礼立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